Hello， 大家好，我是雙人許，歡迎回到我的頻道。很多人第一次規劃東京自由行，都會問我們東京到底要住哪裡比較方便。不過我們自己去東京這麼多次之後，反而覺得東京沒有哪一區是最好的住宿地點，而是要看你的旅行安排。像我們每一次在訂東京飯店的時候，第一個考量的一定是交通。主力通常都會考慮住在山手線上，畢竟東京真的很大，每天搭車的時間累積下來其實不少。如果住宿的位置選對了，就可以省下很多的交通時間，也可以少轉很多次車，整趟旅程也會輕鬆許多。再來，我們也會依照行程去決定住宿的位置。如果這一趟主要是要在新宿啊、澀谷這種逛街區，那住宿就會偏向交通方便、生活機能好的地方。如果想要安排去比較遠的近郊一日遊，就會選擇轉乘方便或是離主要車站比較近的區域，這樣真的可以省下不少時間。這一次我們就整理了幾個自己住過而且也很推薦的東京住宿區域，希望可以幫大家下次規劃東京自由行的時候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住宿地點哦。影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點個讚啦！看完影片有喜歡可以幫我訂閱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東京自由行，蠻推薦可以考慮住在池袋。池袋本身就是東京最熱鬧的副都心之一，交通真的非常方便。除了大家熟悉的 JR 山手線之外，還有埼京線、湘南新宿線、西武池袋線、東武東上線，以及東京的地鐵有樂町線、副都心線、丸之內線等等，多條路線都會在這邊交匯，所以不管是在東京都內移動，或者是要往東京近郊跑，其實池袋都非常方便。像是搭 JR 山手線，大約10幾分鐘就可以到新宿，再坐幾站就是澀谷。如果想要去上野、秋葉原，甚至東京車站，也不用花太多時間。除此之外，如果有要安排穿越，直接搭東武東上線；想要去致富，就搭西武池袋線，不用再特地跑到其他車站轉車啦。所以對安排近郊一日遊來說，池袋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住宿選擇。除了交通方便之外，池袋本身也很好逛。車站周圍聚集了西武百貨、東武百貨、Sunshine City、Paluco、Lumine 以及 Bigu Camera 等等的大型電器店，不管是要買雜貨、電器、服飾，還是動漫周邊，都可以一次買齊。如果是住宿的話，我自己很推薦 APA 池袋史前北口，價格來說也會比新宿、澀谷這些地方漂亮一點，交通方便，生活機能也很完整。而且飯店旁邊就有唐吉訶德，買完東西就可以馬上拿回飯店，真的很讚。如果你是選擇羽田機場進出東京，那我們很推薦可以考慮住在濱松町。這區最大的優勢就是交通。濱松町除了有 JR 山手線之外，最方便的就是東京單軌電車。從羽田機場可以一路直達濱松町，中間完全不用換車。對於帶着大件行李的人來說，真的省事非常多。抵達東京後，也不用再拖着行李轉來轉去，很快就可以到飯店休息啦。回程搭飛機也一樣方便。除此之外，很多人不知道，其實從濱松町前往橫濱也相當方便，搭乘 JR 京濱東北線就能快速抵達橫濱，非常適合安排橫濱一日遊。另外，濱松町的位置其實非常靠近東京港灣區，如果有要安排東京鐵塔、芝公園、增上寺、六本木、麻布台之丘，甚至台場等等的景點，住在這邊都比住在北邊還要省下不少的交通時間。不過，濱松町這邊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缺點，就是它比較偏向商業辦公區，白天上班族很多，晚上熱鬧程度就不像新宿或是池袋這麼的熱鬧。逛街的地方也相對比較少一點，不過也因為這樣，整體的環境比較安靜，住宿品質也不錯。如果你是很重視交通便利，尤其是羽田機場進出的，濱松町真的很值得考慮。我們在這一區有住過的是名鐵印濱松町，房間乾淨，走到車站也不遠，飯店樓下就有便利商店，整體來說非常方便，是我們很願意再次入住的一間飯店。如果你是從成田機場進出東京，那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住宿區域就是日暮里。最大的原因就是京成 Skyline 了。
從成田機場搭 Skyliner 大約40分鐘就會抵達日暮里，中間完全不用換車，尤其是第一天或是最後一天，拖着大行李真的會輕鬆許多。日暮里同時也是 JR 山手線上的重要車站，所以到東京都內很多的熱門景點都很方便，像是搭一站就會到上野，2站就到秋葉原，再往前就是東京車站。如果想要去淺草，也可以搭乘長磐線轉乘地下鐵，整體交通算是非常方便。而且日暮里的住宿價格也會比上野再便宜一點點，但交通便利性就沒有差很多，所以一直都是很多自由行旅客很喜歡的住宿地點。除了交通之外，我們自己很喜歡日暮里的原因就是它保留了很多東京老街的氛圍，主要就是這個谷中銀座商店街，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很有下町風情的一條商店街。這邊有很多小吃、甜點店、咖啡廳，也有許多特色小店，跟新宿澀谷完全是不同的東京樣貌。如果你是喜歡慢慢散步，感受在地生活，日暮里真的很適合安排來走走。住宿方面，我們同樣推薦的是 APA TKP 日暮里前，不管是距離車站、交通便利性，還是整體的 CP 值都非常不錯。最後要推薦的是我們自己很喜歡，也比较少人會考慮的巢鴨。巢鴨位在 JR 山手線上，最大的優勢就是位置非常剛好，不管往山手線左邊的新宿澀谷方向，或是往右邊的上野東京方向，車程都不算太遠，所以安排每天不同方向的行程，也不用花很多的時間一直搭車。比起新宿池袋人擠人的感覺，我比较喜歡巢鴨這種悠閒一點的生活步調，尤其是像車站旁邊就有很有名的巢鴨地藏通商店街，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這裡呢聚集了很多在地的美食、甜點店，還有很便宜的藥妝店，生活機能相當完整。更棒的是，附近也有大型超市稀有超市，它是24小時的。所以不管你要買水果啊、宵夜啊、飲料啊，還是想要帶一點熟食回飯店吃，都非常方便。住宿方面，我們同樣推薦的是 APA 巢鴨站前，價格比池袋新宿更便宜，而且這間還有提供免費的大浴場，晚上能夠泡個澡真的很舒服。這間非常適合想要兼顧交通便利又不想要居住在人潮太多的旅客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並且開小鈴鐺，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我們下集見，拜拜。